上高地一定是一个可以一去再去的地方，真的是人间仙境哎！我觉得一般真的很难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透明的湖水。Your Japan starts here. Let's go JP.com. 嗨，大家早安，我是乐吃够日本的富米。大家早安，我是乐吃够日本的明明。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高地，期待已久。有没有看我们今天穿的很 outdoor， 一脸就是准备万全要去登山的样子？没错，上高地这个地方是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景点。它呢，其实就在这个北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山谷中的一个盆地旁边呢，流着溪流的声音，就是紫川啊。它在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那也被称为是神的故乡。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也安排了要跟大家一起去这边最知名的景点，像是我们身后的河童桥。那晚一点我们也会去大正池跟民生池，这些都是来到上高地绝对必去的景点。那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上高地这边呢，登山有什么注意事项，还有什么可以吃的美食。另外就是我们也会帮大家补充这边的交通，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要来上高地玩的话呢，记得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哦。那我们就赶快准备出发去登山 ，Go！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上高地开放的时间是每年4月到11月中旬左右，在这段期间会实施交通管制，需要搭乘巴士或者计程车，无法自驾进入上高地。如果是从东京、大阪、京都长野出发，有直达巴士 Arubico 交通的萨瓦亚卡信州号，不需要转车很方便，但出发时间也比较早。优点是可以选择半夜10点25分搭车出发，在上午5点20分抵达上高地巴士总站，就能看到清晨美景。回程可以选择搭乘下午3点50分从上高地返回，在晚上8点37分抵达新宿。详细班次可以在萨瓦亚卡信州号的官网上查询。我们这次是先从东京搭乘特急阿兹萨号到松本，隔天一早再从松本车站搭乘松本电铁上高地线到新岛岛车站，再转乘巴士到上高地。巴士记得要先在网络上预约，虽然要转比较多次车，但车次的选项也比较多。当然最方便的还是直接住在上高地的饭店，不过价格不菲，而且需要提前很多个月预约。详细的饭店推荐可以参考我们的文章哟。那我们第一站呢要往河童桥，对，所以呢在下巴士之后会先要走一段这个小步道。炎热的夏天走在这边，我觉得非常的舒适。可是我觉得有点冷哎，我还戴这个袖套。好，首先我们来到的就是上高地最具代表性的这个地标，就是河童桥。那我们刚刚从巴士站走过来，差不多5分钟左右，蛮快的。然后走上河童桥之后呢，往后看就可以看到非常壮丽的这个穗高连峰及月泽溪谷。那下面流着呢，这个就是紫川，然后非常的清澈。那在紫川的两侧呢，就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落叶松林。那除了美景之外呢，其实这附近真的是上高地最热闹的地方。那旁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纪念品店啊，以及卖美食，然后还有咖啡厅等等。那这个河童桥它的名称的来由呢，其实众说纷纭。有人说呢是在这个附近有一个深渊，然后里面有住河童。然后呢，还有一个说法是在这个河童桥还没有新建好之前呢，大家呢都是把这些物品呢堆在头上，然后这样过河才不会湿掉，然后就有点像是河童一样。那其实这个河童桥呢，后来就是在那个大文豪芥川龙之介在他的小说呢《河童》里面有提到这个河童桥跟上高地，所以使得这边真的是越来越有名。你看这里有熊铃，代表再往前有可能会有熊熊出现，所以呢要先摇这个熊铃，提醒他们这边有人要经过咯，不要出来哦。
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们一样有一个疑问是，这里这么漂亮，到底是谁发现的？据说英国的传教士叫做威斯顿，那他呢就是在1891年的时候呢，然后来这边登山，然后就觉得哇，太漂亮了，花了5年的时间，在1896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叫做《日本阿尔卑斯的登山与探险》这本书，然后就是在介绍上高地这边的美景，然后将它发扬光大，所以也被认为是这个日本近代的登山之父。然后呢，旁边就有他的这个浮雕，大家经过就会拍一下，应该也是这里必看景点之一。对，也是一种对前人的感谢，让世人知道。真的。沿着紫川和树林间的小径慢慢往前行，大约10分钟后就会抵达位于大正池和河童桥之间的田代桥与穗高桥。在这里可以欣赏清澈的溪流，两旁的落叶松在秋天时会变成金黄色，与山顶的雪景相映，是上高地拍照打卡的人气位置。刚刚经过了田代桥跟穗高桥，然后要继续往田代池前进。那这边会经过一个林间道路，就是很像真的走在森林里，跟外面那种大大宽宽的路不太一样。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这样子，真的很有森林感的。但是呢，我们刚在入口处看到一个告示表，说8月16号，昨天下午4点，这边有目击有一只熊。哇，好可怕啊！最近日本这个熊的案件挺多的。对，像是前阵子其实才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北海道那边有一个遭遇熊，然后发生不幸的事故。然后在日本的本州，像是上高地这边啊，也有栖息着一种就是日本黑熊，叫做 Tsukinoa Kuma， 就是它的胸前有一个月轮的那一种熊。所以记得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携带这个熊铃。熊其实是一个很胆小的生物，但是呢，如果你进入它的领地，或是让它感觉到有威胁的话，它就会攻击你。所以呢，用这个熊铃的用意，远远的就通知它说：“这边有人要走过来喽。”这样它就不会主动出现。我们刚沿着林间道路，那顺着这个紫川顺流而下，慢慢散步过来，我觉得真的一路上都非常的疗愈，可以感受到那种大自然的芬多精。那接下来要准备前往大正池，但是呢，在前往大正池的路上会发现，慢慢森林的景色变成湿原。其实呢，这边因为土沙堆积，所以呢形成了一个湿原的景观。那在外面的湿原那边呢，因为比较平坦，所以呢也可以看到后面高耸的穗高连峰。那在我身后这边呢，也是这边必看的景色之一——田代池，我觉得也是非常壮观的景色。水超级蓝的，好梦幻哦！不愧是被称为是神明的故乡。好，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身后的这个紫川呢，已经不如刚刚上游比较溪流湍急的样子？因为到这边叫做大正池，就是一个像池塘一样。那为什么紫川到了这边会变成一个池塘呢？原因就是因为在后面那个烧月，它在1915年的时候呢就爆发，然后呢，它的这些沙石啊、土石啊，
流下来之后就把这个纸船堵住了，所以就形成这个大正池。等于说上面那个川变得比较窄一点点，然后剩下的水就囤积在这边。没错，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透明的湖水，带一点这个蓝绿色。蓝绿色。那旁边也有一家大正池饭店。我们今天中午呢，就打算来这边吃个午餐。终于到了午餐时间，好累哦。爬山真的是特别耗体力。没错，那这边因为它真的是在山区，所以午餐值没有太多选择。那这个大正池饭店呢，没有住宿的旅客也可以进来它附设的餐厅用餐。然后外面也有卖，就是土产啊，一些小点心啊等等的，所以呢，它算是一个蛮好的中继站。我点的这个呢，叫做山贼烧，其实就是长野县松本市或者是盐尻市的特产。它其实是鸡腿肉，有酱油啊、姜啊、蒜啊等等腌制之后，然后裹上薄薄的粉，然后去炸，分量非常的豪迈，所以呢就被誉为像山贼一样的豪迈。那我点的呢就是一般的猪排咖喱，而且每次登山呢都会很想要吃咖喱耶，因为日本的这种度假胜地或者是滑雪场之类的都一定会卖咖喱，所以我觉得每次这样在户外运动完之后，马上就会联想到咖喱的味道。而且这个大正池旅馆附设的餐厅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外面就是大正池本人，在这个窗边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自然风景。到底吃起来是有多山贼？看起来还好哎，这个山贼偏瘦。因为外面是没有淋酱的，我是直接吃原味。但是呢，因为它有腌制过，所以里面其实是有咸度啊，跟那个姜蒜的感觉。然后呢，里面的鸡腿肉是偏比较没有这么有油脂，比较干一些，比较像鸡胸肉这种感觉。可能这个山贼有练有健身，那我的咖喱呢，就是一般的咖喱，价位还可以接受，SB 1500、1600左右。而且啊，它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星が降る。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可以靠超多信息，今天中午。好，我们第一天的上高地的行程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今天是往南走的行程，明天我们会继续往北走。其实整个上高地的距离啊，我觉得如果你行动快一点，然后早一点出门的话，应该是一日可以逛完。除非你想要住在这边，然后好好享受这种静谧气氛。那我们因为拍摄的关系呢，把它分成2天份。那我们今天早上搭那个巴士上来的话，是在巴士站下。那我们回去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在大正池那边下，就不需要再往回走。或是你调过来，一早你先搭巴士到最南侧的大正池站下车，然后一路往北走，往上走也可以。那我们就明天再见。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嗨，大家早安！早安，今天是我们上高地的第2天。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要从河童桥这边出发往北走。那往北走的话，今天的重点呢就会有这个月泽湿原跟非常漂亮的明神池。然后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呢，还想要去一趟最高神社，那边也非常的漂亮。另外呢，今天我们回程的时候也会顺便跟大家分享这边有什么必买的伴手礼。好，那我们就马上出发吧 ！Go go！ 我们现在要去自然探险了。对，今天走的那个路线是比较有挑战性一些。我现在很害怕，因为我一直很怕会遇到熊。那请福米帮我们示范，如果遇到熊的话，要用什么防御姿势？啊，不是这样子，要把自己最脆弱的地方保护起来，然后趴在地上。趴在地上。可以跑掉吗？不行，要随时盯着它，因为它有可能会从你背后攻击你。哇，你看这个，这不就昨天就恐怖呢？那我们今天可以不要遇到熊。没错。刚刚我们走。我觉得太好拍了，这边我觉得比昨天我们去的大正池那边好玩因为这里真的就是在森林里面的感觉，然后你可以享受跟自然融为一体。这边的观光客也比较少，然后树荫又很凉。因为这边游览车没有办法直接到，所以相对那种团客会比较少一些。
河童桥出发，顺着步道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月泽湿原。它的行程是由于月泽的清澈河水从陡峭的山谷突然进到平缓之地，流入紫川之后堆积而成。走在步道上，不时会看到小湖泊、潺潺水声和鸟叫声，完全就是大自然的 BGM， 让人整个心情都放松了下来。最高神社奥宫是日本阿尔卑斯山的总镇守，坐落于上高地明神岳山脚下的明神池畔。奥宫的建立时间可追溯至西元1770年之前，当时的文献也显示奥宫曾是盛行祈雨仪式的重要场所。穿过穗高神社奥宫后方就是明神池，这里也是穗高神社的神域，以强大的灵气与能量闻名，被视为上高地最著名的能量景点。入内参拜需付300日元。明神池由1支池与2支池组成，池水终年不结冰，清澈如镜，倒映着四季更迭的风景。清晨时的雾气更添梦幻氛围。好，我们今天的路程呢，走差不多到一半了，好累哦，长途跋涉。对，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明神池的附近，那大部分的人也是差不多走到这边会稍微稍作休息，再做回程。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来吃这边一家非常有名的叫做加门次小屋，因为你知道加门次是何许人也吗？其实加门次先生呢，跟威斯顿传教士神父，他是他的当地向导。哦，原来如此，所以其实这2位啊，他们可以算是上高地这边的开拓者。那加门次先生也在这边创立了这个加门次小屋，可以让大家好好的休息。那这个加门次小屋呢，他们最代表的名物就是这个烤盐鱼。那这个盐鱼它的特色呢，就是从头到尾都可以食用，包含它的骨头。那我们就开动，就开动，打开吗？好，那我今天跟命运不一样，我点的是关东煮。你吃很少没有，因为原本我是想要吃荞麦面，但是今天生意太好，已经卖完了。刚刚爬山完吃这个热热的东西，真的好疗愈，让我想起台湾的 7-Eleven 的关东煮。是哦，有家乡的味道吗？有。那我来吃吃看这个鱼，还有内脏这个我先，你敢吃吗？对不起，我有一点怕死。好鲜哦！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可能有一点点偏咸。盐鱼可能本来就有点咸味，加上它外面又撒满盐巴，那个咸味反而会把鱼的那种鲜味提出来。然后在这边吃东西还可以欣赏大自然，因为它是有一半是户外的位置，超级赞的。好，刚刚吃饱饭，然后通过明神桥，我们现在继续要走另外一侧，准备回河童桥那边。没错，加油！过了明神桥，很快就会抵达紫川左岸的明神馆。这里不只提供住宿，也是往更深山去，像是德泽、横尾等地的补给站。如果想吃点东西或歇歇脚，这里也有简单的餐点。不过因为我们刚在加门次小屋用完餐，所以就准备从这里折返。从这边开始要回程了，就不上去德泽那边了。小梨坪营地除了露营，还有小木屋等住宿选择。如果你不想自己带装备，营地也提供帐篷、睡垫、睡袋、桌椅、厨具等所有露营用品的租借服务，让你两手空空也能轻松享受在大自然中过夜的乐趣。累了，
终于回到比较平坦的地方了。那我们刚刚呢，沿着小梨坪那边一路走下来，现在回到河童桥，等等准备要在下山前逛一下这两侧的土产店，买一些上高地的土产回去。但是呢，发现很多店都已经关门了，很可惜。因为这两侧啊，其实有蛮多食物可以吃的，像是很有名的苹果派，然后5000尺饭店的起司蛋糕，还有我现在手上终于有被我买到的这个上高地的布丁。那说到上高地布丁呢，其实它是由我右手边这边一家5000尺饭店，它旁边有附设一个算是饮食小卖店，那边还有卖像是可乐饼啊、热狗啊、双麒麟啊等等，就是一些非常观光地的食物。那沿路刚刚也有看到很多旅馆，但我觉得看来看去好像是这一间5000尺饭店，我觉得它地点最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这边2天1夜的话呢，也推荐大家可以投诉这个5000尺饭店。你看它这里面呢、看得到香草籽有没有那个黑黑的？很赞，它是那种软布丁，就是吃起来有一点像奶酪、乳酪那一种，没有结块的，而且它是卡士达口味的，所以其实可以吃到那种满满的香草奶油味，这好疗愈哦，抚慰我快要双脚快断掉的心灵。好，那说到上高地，因为它是在长野地区嘛，所以这边呢信州产的最有名的就是苹果，所以当然也会有卖非常多苹果相关的商品。但是呢，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这个上高地奶油饼干，因为非常酷的是呢，它其实跟上高地的环境保护有关。你每买一片饼干，它就会帮你捐10块，保护上高地这边的自然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一买，而且看起来也超级好吃的奶油饼干。好，我们刚刚从上高地下山了。我们刚刚的交通方式呢，是先从上高地搭巴士回到新岛岛站，然后再搭电车回到松本站，终于回到平地了。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路程，所以呢，会特别觉得那个风景特别美。尤其是我们今天去那个明神池那边，真的是人间仙境我觉得一般真的很难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那个非常清澈的紫川，还有那个森林真的太漂亮了。虽然走在路上常常会看到熊的目击情报，会让人觉得有点害怕。但我觉得如果你防护措施都有做好，然后看到熊的时候也有正确应对的话，那其实不用太担心。我们这一次呢，总共介绍了北路线跟南路线嘛。南路线呢比较热门一些，它的优点是它比较容易到达，但是缺点呢就是人会比较多一些。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北边的风景，所以如果大家时间有限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多安排一些北边的景点。那如果你南边、北边都想去到，而且想要来一个仔细的深度旅游的话呢，那就非常推荐你可以安排2天1夜。那上面有一些住宿的选择，可是呢，因为最近上高地真的太热门了，所以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不然你可能就是要连续2天来回，然后住在松本市内，像我们一样就很辛苦。我们这一次的拍摄就到这边结束了。但我觉得上高地一定是一个可以一去再去的地方，在它有开山的情况之下，4季都有不同的景色，所以非常期待可以下一次再去拜访它。好，那大家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长。想看更多精彩 MV 或是日本旅游相关资讯，记得订阅吉田社长 Japan TV， 多多支持我们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因为山上有熊，所以我们今天有做了万足的熊对策准备，就是有准备这个这不是熊铃，还有这个熊喷雾。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带熊宝贝可以。熊宝贝可以啊，笑死。